一顆來自寒武紀的金屬球解開了土星之謎，土衛八真的是一顆人造衛星吗？哈嘍，大家好，我是環球一世。今天我们來講一顆來自5億年前的金屬球。1984年，南非德蘭士瓦省一個叶蜡石礦中，一些工人正在礦下作業。他們上來時總是帶着一些金屬小球，他們會把這些小球當作玩具帶回家分給孩子們。直到有一天，一個地質學家來到這裡，看到這些神秘的金屬球，他發現這些小球好像是人造的。但是工人說，礦下很多這種金屬球，沒人閒着造這些玩具。他出於好奇開始研究這些神秘的金屬球。首先他發現這個礦主要生產的是叶蠟石，而葉蠟石是一種相当柔軟的次生礦物，末氏硬度仅為3，但是金屬球表面十分堅固，末氏硬度可達到8，而普通鋼鐵的末氏硬度在4至6之間不等。所以說這種金屬球比鋼鐵還硬。然後他親自下礦進行調查，發現這些小球出現在寒武紀的地質層中。這個地質年代表大家都清楚吧，就是根据什麼生物出現在什麼地層来判斷該生物的生活时代。比如说恐龙化石出現在地質年代表的侏羅紀，而到了古新世就不再出現恐龍化石了，那就能推算出恐龍生活和滅絕的年份。而這些金屬球出現寒武紀的地層裡，關鍵寒武紀距今5億年左右，這個紀元也被科學家稱為生命大爆發的紀元。但是寒武紀是不可能有人類的，或者說不可能有智慧生命的存在。那時候地球上生活的都是一些三叶虫之類的生物，所以這个地質學家就準備把這些小球帶回實驗室。經過系統的研究，他發現這些小球大小不一，呈橢圓形，小的不到1厘米，大的10厘米左右，普遍長度在3至4厘米。這些金屬球外圍有着類似的凹槽，很多小球中間會有3條凹槽，部分小球只有1條凹槽，但是1條凹槽的小球上面會有一個小坑。小球的外殼有着跟火山灰相同的物質，所以猜測小球可能是火山灰和粘土組成的結合，或者是火山噴發把它從地下帶到了地表，而上面的凹槽應該是受到地層影響才會出現的，所以小球應該是一種自然產生的地質結合。只不過形成的年代有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它應該距今20億年，有人就認為它距今5億年。那這件事當時就不了了之了，直到2005年卡西尼號的一張照片嚇壞了當時的天文學家。其實伽利略很早就發現土星有一個奇怪的耳朵，但當時因為設備問題，伽利略也沒能確定它到底是什麼。直到1671年，意大利的天文學家卡西尼在土星西側發現了土星的第8顆衛星土衛八。在之後的2年裡，卡西尼試圖從土星東側再找到這顆衛星，結果沒有成功。這時的卡西尼覺得土衛八跟所有行星的衛星都不一樣，因為它只出現在西側，這是不符合常理的，除非它不是衛星。直到1705年，卡西尼改造了望遠鏡，終於在東側觀測到了土衛八。這時候的卡西尼發現，這顆衛星在東側時要比在西側時降低了2個亮度，所以卡西尼判斷這顆星球擁有一個較亮的半球和一個較暗的半球。因為這個發現，土衛八也被稱為陰陽臉。隨後卡西尼發現土衛八跟月球一樣，因為潮汐鎖定，總是保持同一面向土星。那講到這裡我們始終懷疑月球是一個人造天體，那在土衛八上會不會找到人造的證據呢？可能 NASA 也抱着這種想法，所以美國航天局、歐洲航天局、意大利航天局等17個國家共同研發了卡西尼號木星探測器。這個探測器為了紀念天文學家卡西尼，就被命名為卡西尼號。1997年，卡西尼號發射升空，7年後的2004年7月1日，卡西尼順利進入土星的移動軌道，開始對土星大氣、光環和衛星進行歷時4年的科學考察。2007年9月10日，卡西尼飛到土衛八約1000千米處，對其進行觀測。發現土衛八半徑720米，表面顏色很暗，但另一面卻接近白色，很亮。這跟天文學家卡西尼觀測的結果一致，是一張名副其實的陰陽臉。但是照片傳回來那一刻，很多人都不再淡定了，因為人們發現1984年發現的金屬球竟然就代表土星。帶有3條凹槽的小球呈不規則的球體，略有橢圓，而土星也不是圓的，造型幾乎是一樣的。雖然現代天文學細分後的土星環肯定不止3條，如果這個有硬靠的嫌疑沒有關係，我們來看下一張圖。咱們開頭說過，一個凹槽的金屬球上方都有一個小坑，對吧？那你看土衛八這顆星球和金屬球的對比圖，一個凹槽一個小坑，這倆玩意兒真的是一模一樣。土星中間突出的這塊叫赤道極，它長度大約在1300公里，寬度有8000至1萬米。它看起來就像我們的核桃一樣，好像是2個半球焊到一起的感覺。而土衛八的這個坑，天文學家推測是被隕石撞擊後產生的。但是這顆小球是怎麼知道土衛八被隕石撞擊過呢？那如果小球是20億年前或者5億年前出現的，這種巧合誕生的幾率為0。最關鍵的是，我們一直懷疑月球是一個空心的人造天體，因為月球總是一面朝向地球，而土衛八更像一個人造天體，總是一面朝向土星，還伴有明顯的焊接痕跡。
所以有人認為土衛8是某種智慧生命的初期作品，而月球是這些智慧生命的晚期作品。看到這裡，是不是有人在想，會不會是偽造的呢？好，沒有關係。那金屬小球的發現年代在1984年，那時候卡西尼還沒有升空，所以沒人知道真正的土衛8長什麼樣子。也正是因為這種巧合，有很多網民認為20億年前或5億年前有生命體探索過太陽系，甚至有人認為那時候火星、金星應該是異巨行星，他們曾經到過地球和土星，並且在土衛8疑似出現焊接痕迹之前，我們在火衛1上也發现了不規則的鴻溝，似乎有什麼東西在上面跑過一樣。還有福布斯2號發現的不明物體，難道不足以證明曾经的太陽系有過智慧文明嗎？這個火衛1和福布斯2號我們之前的作品裡有詳細的講過，沒看過的觀眾可以翻看一下。好，這期視頻就到這裡了，你們對這個神秘的金屬球有什麼不一樣的理解，可以在評論區與我討論。我是環球一世，我的頻道是探索宇宙和未解之謎的，有興趣的小伙伴記得訂閱一下，我們下期見。哈喽，大家好，我是環球一世，今天我们来講一個柯南系列。這個故事啊，來自日本。日本的地鐵啊，是一個盛產都市傳說的地方。比如說我們以前講過的跳電車的幾個人啊，都是在地鐵站。那如月車站這個事兒啊，有人認為是真的，有人認為是假的，因為它比較出名，我就給大家講一下。在2004年1月8日晚上23點14分，一個帖子在 2CH 論壇引起了轟動。當晚這名女子啊，像往常一樣搭上了回家的電車。她上車之後發現啊，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樣，於是她掏出了手機，在網上發帖。說我不知道是不是錯覺啊，但我可以在這上面發問嗎？網友回答他說啊，發生了什麼事？你先說說看吧。這個女子說啊，我搭乘了一列非常奇怪的列車，但是我說不出有什麼奇怪。平常我通勤一直坐這班電車，一般5分鐘就能到達下一個地點，但是啊，今天他沒有停車，一直開了20多分鐘。車廂裡有5位乘客都在睡覺，只有我是醒着的。這時候啊是23點23分。下面的網友又跟女子討論啊，在安撫發帖的女子說，這個可能是遇到什麼意外啊，導致了車不能停下，或者你去看看駕駛員是不是有癲癇病，是不是發病了。到了23點44分，女子決定聽從網友的建議，去駕駛室看一眼，因為電車還在運行，駕駛室的門是關閉的。她敲了10分鐘也沒有人開門，她無奈就放棄了。這時候的時間已經是第二天凌晨0點08分了。以上的帖子啊都是以游客的身份發出的。在0點19分啊，他繼續發帖說，電車剛從隧道開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應該沒有坐錯電車，可是他平常不會經過隧道。這次發帖啊，他註冊了一個 ID 叫葉純。到0時23分啊，葉純發出了一張帶有圖片的帖子，圖片上顯示了如月車站。圖片下面啊，葉純說，現在停靠如月車站，我該不該下車？這個車站啊，我長這麼大從來沒有聽說過。最詭異的故事啊，從這一刻就開始了。大部分網友說，你趕緊下車，找另一趟電車回家。其中一個網友啊就問葉純，你是什麼時候上的車呀？葉純說啊，晚上23點40分。到了0時29分啊，葉純再次發帖說，我已經下車了，因為車上一個乘客也沒有，他感覺很害怕。但是下車發現啊，車站也一個人也沒有，他變得更加害怕。看帖的網友啊發動了各種辦法想找到如月車站，但是所有的方法啊都找不到這個地方，全日本根本不存在如月車站。大量的網友建議葉純啊趕緊上車，無論終點是什麼地方，都不要在如月車站停留。葉純啊也在積極的回復網友，說我坐的電車已經開走了，我坐不上了，我準備出站啊找其他的交通工具，但是我給出租車公司打電話啊，他們不知道我的位置，我手機的 GPS 啊不知道為什麼不能定位，我現在在一個荒涼的車站獨自一人，我很害怕，有沒有人經歷過類似的事情，我應該怎麼辦？網友回復他啊，讓他找到公用電話亭，確定自己的位置，讓車來接他，或者去警察局。葉純按網上的網友啊，在車站找了一圈，警察局和電話亭啊都沒有。這時候網友說，你是不是穿越到平行宇宙了？網友的回復啊嚇壞了葉純，他立刻決定啊在深夜給父母打電話，把父母吵醒。結果父母啊也沒有聽說過這個車站，並告訴葉純家裡馬上查地圖，找到位置啊就去接他。這時候有個網友啊在尋找如月車站的過程中啊輸入了如月車站這幾個字，結果在某個引擎中顯示這個詞啊是這2個日本字，這個日本字我是不認識啊，翻譯成中文就是鬼。這時候的葉純已經嚇出了一身冷汗，網友馬上讓葉純回到如月車站前去看一看前一站和後一站有沒有可以用到的信息。讓葉纯更加絕望的是啊，
站牌上沒有前一站和後一站的站名，只有如月車站這幾個字。他自己發帖說，我好像被某種神秘的力量隔絕在另一個世界，能跟真實世界聯繫的只有手機。他請求網友給予他關鍵的幫助，網友也提出了一個終極辦法，報警。葉純回帖說他父親剛給他打來電話，說找不到地方讓他報警。葉純也試圖報警，可警察聽完後覺得他在惡作劇，說根本沒有如月車站說完給葉純的電話掛了。之後的葉純又發了一帖，說他聽到了太鼓和鈴鐺聲，他當时害怕極了突然有一個蒼老的聲音從他背後傳來，讓他不要在鐵道上亂走，很危險。葉純開始很高興，但他回頭發现這個大叔看起來更詭異，他只有一條腿，因為出於害怕他跳下了站台，正在往回跑。現在已經是凌晨的2點鐘了，葉純在帖子裡說太鼓和鈴聲好像追了過來，像是索命的聲音，他很害怕，慌亂之中他摔壞了腳，傷口還在出血，便在帖子裡最後說了一句我還不想死。此时的網絡已經炸鍋了，無數的網友在幫他出主意。25分鐘後，葉純再次發帖說他碰到了一個隧道口叫伊佐觀，他準備穿過隧道，網友都勸他不要穿過隧道。過了很久葉純回帖說他已經穿過了隧道，並發现了一個正常人。這個人說自己可以開車送他到附近的旅店安頓下來。葉純也跟網友發帖報了一些平安，但網友不同意網友認為男人比他自己更可怕，就讓葉純問男人要帶他去哪裡，去哪個車站附近的旅店。葉純根據網友的建議也詢問了具體情況，並回復網友說那個地方叫比奈車站。這個車站在日本確實有，只不過葉純當時可能沒察覺，網友卻發現了。比奈車站跟葉純搭載的線路完全是兩個方向，如果按葉純搭載的電車線路來看，兩個方向相差108000里。葉純看到網友回復的時候，他馬上回帖說車往深山的方向行駛，周圍都是山和樹木，駕駛員也開始自言自語，嘴裡說了一些我聽不懂的語言。我知道我很危險，但我已经無法脫身。到了凌晨3點44分葉純在網上絕望地寫道，我的手機快沒有電了，我感覺這個人很奇怪，我要找機會逃走。這可能是我寫下的最後一句話了。這句帖子發出後葉純徹底沒了消息。這個帖子也成為了當時2CH 最熱門的帖子，無數人想聯繫到他，最終都一無所獲。過了7年葉純又出現了，他只留下了一句話，說這7年他可能是穿越了平行空間，自己的經歷不會有人相信，但是他感知裡只有一瞬間就見到了父母，他自己也不相信竟然過了7年。這個就是著名的如月車站事件。整個事件細想一下也算是漏洞百出，但照片確實是真的。如果沒有如月車站，那照片是從哪來的呢？如果7年後葉純不再出現，這永遠都是網絡的經典，那為何在7年後他願意出現毀掉自己的作品呢？記得點個關注，下期見。